奇怪的世界故事多，大家好，我是琪琪。春节前夕，汤米试探性地跟母亲说，他想要带 Joe 和 Jack 回去过年。Joe 是他的同性伴侣， Jack 是他们的儿子。出乎他意料的是，母亲说好的，父亲也说回来吧。为了这一天，他们等了足足15年。15年前，当汤米首次跟父母出柜的时候，母亲转头就找了一个仙婆给他算命。仙婆断定说，他一定是被女鬼附身了，才找不到老婆的。而当母亲得知 Joe 和 Jack 的存在后，她更是扬言说，你们要是不分开，哪天我买一包老鼠药到广州去，把你们都毒死了，我再自杀。那么究竟是什么魔力，在15年后，这样一位顽固的老母亲会改变她的想法呢？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三男一宅的故事。汤米是国内一家知名媒体的高管，他与他的同性伴侣 Joe 相识于1997年。那时的汤米还在广州做记者，他写了一篇有关于变性人的报道，变形丽人的情爱悲歌。文章发表在报纸后，被时年23岁的 Joe 偶然读到了，就写了封信给汤米，希望他可以帮忙介绍认识一下那位变性人。信中他还提到，他感觉自己好像喜欢男生。汤米在回信的时候鬼使神差地问 Joe 要了一张照片，等下一次收到来信的时候，只看了照片一眼，汤米就沦陷了。机灵的汤米仔细研究了一下 Joe 寄信给他的那封信封，看起来上面像是印了一个公司的名字和电话，于是他就打了一个电话过去。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，在听到汤米要找的人是 Joe 之后，她有点不太情愿去帮忙找人，因为 Joe 办公的地方在另外一栋楼里，这也难不倒汤米。于是他说，你还是找他来吧，我是报社的记者。在汤米的小计谋下，他们成功见面了。此时的 Joe 对性取向什么的一无所知，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同性恋。他来自农村，17岁到城里务工，21岁的时候，经过老乡介绍，在只见过几次面的情况下，他就和一个在广东打工的同乡稀里糊涂的结婚了。婚后 Joe 总是觉得过得很别扭，却也说不上哪儿不对劲，总之一直生活得很压抑。给汤米写信也是希望有人能跟自己聊聊，所以见到汤米后，他一股脑的把自己的痛苦与疑惑都倾诉给了汤米。汤米断定 Joe 也是同性恋。早在汤米上中学的时候，他就明确了自己的性取向。从小就爱阅读的他，当时在学校的阅读室里读到一本医学生活杂志，里面有很详细的关于同性恋的介绍。此后他便有意识地寻找相关书籍阅读，并时常审视自己的内心。当年他上初3时，正值日本电视剧《血疑》热播，他那时就明确地知道自己喜欢的不是山口百惠演的杏子，吸引他的是三浦友和演的光夫。在为 Joe 解开一个个疑惑的过程中，汤米也悄无声息地对他展开了追求。不久后，他们确立了恋爱关系。在明确了自己的性取向之后，不想耽误妻子的 Joe 立即向他出了柜，妻子很坦然地接受了一切，他们友好地分了手。他们之间还有一个2岁多的儿子，出生于1997年年底的 Jack。 其实在 Jack 刚出生3天的时候，汤米就去看过他。从来对小孩都没什么好感的汤米，在看到 Jack 的第一眼就忽然喜欢上了这个小东西。汤米和 Joe 在一起2年后，恋情稳定，于是 Joe 便把快2岁的儿子从重庆乡下接到了广州。那一年他们也在广州买了房，从此2个男人和1个男孩的家庭诞生了。汤米和 Joe 非常珍惜2人这组成不易的家庭。曾经胡兰成写给张爱玲的婚姻誓词说，岁月静好，现实安稳，这也成了他们对于未来生活的期许。念书时，汤米就有写日记和文章的习惯。大概是2005年博客兴起的时候，他和 Joe 便在一个叫阳光地带的同志网站开通了他们自己的博客，起名叫三男一宅。他们的初衷是分享生活，更是希望能够用文字和图片记录下 Jack 的成长。汤米曾经写道， Jack 的到来让2个大男孩一下子成长了。他们也定位了各自在家庭中的角色， Joe 成为了全职主男，汤米就在外面拼事业。期间他们还曾异地了10年，一个在广州带孩子，一个在云南赚钱养家。汤米坦言说，原本异地对于同志来说是非常艰难的，因为同志的选择太多，面对的诱惑太多，
可对于他们来说却不一样，因为他们的三男一宅，这样稳定的关系让他们彼此心里都相互牵挂着。汤米虽身在云南，但他时刻都提醒着自己，他有一个稳定的大后方。有很长一段时间 Jack 就睡在两个爸爸的中间，从小他就明白自己有两个爸爸，他管他们一个叫爸爸，一个叫 Daddy。 他也知道自己是有妈妈的，只是妈妈和爸爸在他很小的时候因为感情不和而分开了。妈妈和他的两个爸爸一直都是很好的朋友，大家都很爱他，他觉得自己很幸福。 Jack 小时候学校开家长会，两个爸爸都会一起出席，对外就解释Joe是他的亲生父亲，汤米是干爹。汤米说现在社会挺开放的，特别是广东，人与人之间都相互尊重。11岁那年 Jack 忽然跑去问汤米， Daddy 你们是同性恋吗？汤米当时吓了一跳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怎么回答， Jack 就哈哈大笑地说道，没关系的啦，爸爸已经把你们的事情都告诉我了。说完就自己跑到沙发上去玩游戏机了。上初中时，汤米和 Joe 也去问过 Jack 有没有喜欢的人，喜欢男生还是女生。可那时的 Jack 心里只有游戏，只回答了一句我不知道。等到 Jack 再大一点，高2的时候，他们又问他同样的问题， Jack 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。他告诉两个爸爸他喜欢女生，而且他喜欢有大长腿和长头发的女生。虽然这三男一宅的日子过得很是幸福，可每次想到自己的父亲这边，汤米的心里就五味杂陈。他与Joe商量，希望2001年春节时把父母从老家广西接到广州来过年。Joe一开始很犹豫，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和两位老人解释他们之间的关系。后来汤米想出一个主意，就说Joe是自己的好朋友，已经离婚了，索性就把他的儿子 Jack 也认作了干儿子。汤米还安慰鼓励Joe说， Jack 这么可爱，等我爸妈见到 Jack 之后，一定喜欢的跟自己的亲孙子一样，到时候应该也能接受我们的关系了。其实汤米讲的也不完全是安慰的话，他心里也带着对父母的期许，从小父母对他都很疼爱，而他自己不管是读书工作，从来没有让父母操过心。汤米认为，如果这个春节父母过来看到他生活的这么幸福，一定会为他开心，会祝福他们的。很快春节到了，汤米的父母如期而来，他们也按照先前打算的那样对父母介绍了三人之间的关系。大家还一起去逛白云山，逛花街，有时候老两口还会牵着 Jack 的小手，看起来就像疼爱自己的孙子一样。可虽然他们没说什么，汤米仍然能感觉到他们的不情愿。果然在老两口回城的前一晚，他们把汤米单独叫到跟前来，严肃地对他说，好朋友归好朋友，你还是应该有你自己的家庭，自己的孩子。汤米父母回到老家后，便对他开始了更加紧密的催婚。每一次通话，父母都会提及这个话题，弄得汤米心里很害怕接到父母的电话。有一次在和他父亲通话的时候，气氛有点紧张，汤米父亲一生气，非要叫Joe去听电话。然后他跟Joe说，我们家汤米和你不一样，你结过婚，也有了儿子了，你就不要再和我家阿娃在一起了。汤米父亲这一番话着实让Joe心生内疚，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耽误了对方。2003年，汤米回到老家广西过年，走亲戚时无一例外，人人都追问他的婚事，只住了一晚他就想逃跑了。没想到第二天，汤米的母亲说要带他去见一个亲戚，还不让汤米知道是哪一个亲戚，只说你跟着我走就好了。他们走了好一段路才来到了一个村庄，在村口一棵大榕树下有个砖瓦小房子，母亲领着汤米就往里走。只见弥漫着香烟的小屋里摆着送子观音等各路神佛，一个身材清瘦披着黑袍的中年妇女赫然出现在汤米面前。原来母亲是领他来见神婆，神婆跟他母亲说，你儿子是被女鬼附身了才找不到老婆的，你可得赶紧做法把这个女鬼赶走啊。母亲听完立即拉着汤米就下跪，然后神婆拿出一个碗，此时的汤米已经忍耐到了极限，他怒吼道，你们才发神经，我不做什么鬼法，信不信我把这儿砸了。说完，汤米也不管他的母亲了，他夺门而出，一路狂跑，糊里糊涂地跑到了镇上的表姑家。后来母亲也找了过来，表姑一家人围着他给他做思想工作，母亲就坐在一旁抹眼泪。被逼到这个份上的汤米一不做二不休，当晚他一回到家就直接向父母出了柜。听到儿子亲口说出他和Joe
Jack 是一家3口后，家里的空气瞬间如凝固了一般，他的父亲铁青着脸，汤米感觉快要窒息了。他连夜收拾了行李，离开了家。当街头的鞭炮声忽然蹦出来时，他才恢复了一点点理智，开始担心父母年纪大了，接受不了这个事实，于是马上拿出电话给妹妹打过去，让妹妹回去陪着他们。此后有大概半年的时间，汤米和父母都没联系。忽然有一天，他接到父母打来的电话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，还是一如既往的催汤米结婚。父亲开门见山地说让Joe离开他。见汤米的态度一如既往，母亲凶狠狠地说道，哪天我买一包老鼠药来到广州把你们毒死了，我再自杀。这一通电话之后，汤米深刻地意识到父母的想法是不可能被轻易改变的。反复思量之下，他决定改变策略，不再和他们硬碰硬。不久后，因为工作的原因，汤米在北京生活了几个月。而借着这个机会，他索性告诉父母自己被调到北京工作了，已经把广州的房子卖了。为了防止穿帮，他甚至把广州家里的座机都停掉了。就这样过了几年，汤米考虑到，一方面 Jack 渐渐长大，他们大家都需要更大的空间；另一方面，他也时不时地担心着父母会不会哪一天忽然杀过来。于是他们卖掉了原先的房子，搬到了一套带天台花园的大房子里，并给他们的家起了一个梦幻的名字——流星花园。天台上种满了各种各样的热带植物，他们还养了一只金毛犬嘟嘟。3男1宅，正过着他们所期望的岁月静好的日子。虽然汤米心中不知道这样的想法是对还是错，但他明白一个事实，那就是对于时间，父母是拖不起的，所以他能做的就是尽量不与父母发生正面冲突，尽量去回避那个问题。这些年里，他很少回老家，事实上他的工作也确实很忙，先后被调到云南和泰国工作。他努力地赚钱养家，希望能送 Jack 去美国留学。随着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，身体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，母亲还不慎摔倒过一次，老两口隔3差5的轮流住院。此时人到中年的汤米也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叫上有老下有小。其实对于父母，他心里多少有些愧疚，汤米开始更经常地回去探望他们。而有一次与母亲的长谈里面，母亲忽然说起家里一个亲戚的离世，让他想了很多。他说，只要你过得好，其他的我就不担心了。这之后，汤米开始有意无意地常常提起 Jack。 他跟父母汇报 Jack 现在上高中了，把他们一家在学校拍的合影给父母看。看到 Jack 已经高过汤米了，他们俩还有点惊讶。有时候汤米跟 Jack 通电话，他也会让 Jack 跟父母说上2句。慢慢的，父母偶尔会主动地问汤米 Jack 和 Joe 最近怎么样啊。2015年，汤米的父亲忽然中风住院，他在医院陪护了1个星期。眼看着这一场病让父亲看起来已经年老异常了，与 Joe 商量之后，他们决定在汤米妹妹家附近给2老买一套房子，方便妹妹照顾他们。其实 Joe 早就表达过自己是愿意过去照顾年迈的老两口的，只是担心他们不接受。汤米一提出买房的建议后，Joe 二话不说，马上就帮忙筹钱。3个月后，汤米父母搬进了新家。此后的1年里，汤米回家的次数达到了近20年来的高峰。2016年春节，汤米终于有勇气和信心对他的父母小心翼翼地试探说，要不要我带他们回来过年？父母点头同意了。这一天，他等了15年。汤米和Joe从相识相知到相守，靠着对彼此的信任与体谅，亲手建立起了他们的流星花园，看了让人好不羡慕。汤米也花了15年的时间，终于赢得了父母的理解。从2016年的春节之后，每一年他们都回家过年，一家人和和美美，非常幸福。然而好景不长，2018年，汤米的父亲去世。在回家为父亲办丧事期间，他的亲戚还对他说，不管你在外面有多大的发展，无论你赚多少的钱，当多大的官，没有讨到老婆，你就是没有用。对此您怎么看？欢迎留言评论，不要忘了订阅、赞好和分享。奇怪的世界故事多，我们下期见。